若说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克苏鲁电影，绝对当之无二。更有网友热评它几乎就是克苏鲁电影最理想的样子。不同于其他恐怖片视觉和听觉的冲击，它借由对未知的恐惧幻想与现实的探讨，完全呈现了超越人类理解的不可名状的恐怖。故事的开场平平无奇，一个精神病人被关进了精神病院，而情节也伴随着病人的自述逐渐展开。男主是一名私家侦探，最近他接到调查一名恐怖小说家失踪事件。曾经这家伙只是个三流小说家，但他进来的小说据称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可以影响读者的精神状态。随着小说的畅销，犯罪率也在不断攀升。当然，这些对于见惯了各种噱头的男主来说，在他眼里只是一种并不高明的骗保手段罢了，或者无非是出版商想借由作家失踪这个招牌炒作新书罢了。男主言语之间充满了笃定，自信满满，然而他却没注意到危险正一步步慢慢逼近。Do you read Sutter Kane? What? 关键时刻，狂人被击毙，男主一阵后怕，而事后他才得知这个家伙就是失踪小说家肯尼的助理。他不知道为何一部小说竟然有如此魔力，让读者全都精神失控，出现严重的妄想症。为了彻查这种不合理现象，男主准备到书店挑几本肯尼的小说深入了解一下，可却被一个双眼充血的男孩给盯上了。He sees you. Right, tell him I say hi. 男主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悻悻地回家翻开小说。刚开始他只是抱着了解的心态阅读，可很快就把自己带入到了小说世界的氛围中。同样的街道，同样的场景，警察仍在殴打路人。男主显然被吓了一跳，但只是定了定神，就继续不自觉地深入下去。然而这次的他却没有退路，被一群已经被影响心智的人给堵住。Do you want some too, buddy? He sees you. He sees you. 男主从噩梦中惊醒，不自觉的已经淌了一身的虚汗。连环轮番的双重梦境差点让男主招架不住，他狠狠丢掉手中的小说。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当初那笃定的神情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疲惫和迷惑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。随即他撕下小说封面，用剪刀沿着封面上的红线一张张剪下，最后再拼接在一起，立马得到一张隐藏的完整地图。由此男主得出一个结论，失踪的小说家必然就躲在这个名为霍布镇的地方，只不过这个小镇并不存在于现有的区域地图上。为了确定真相到底如何，男主和出版商委派的编辑员女主一同出发寻找霍布镇，然而他们却不知自己已经踏入了命运的轮回。当晚深夜时刻，女主在开车的时候，前方突然出现2点灯光，在暗夜里缓缓而来，由远及近。等赶上对方时，发现只是一个骑自行车的普通青年，与汽车同向而行，车轮上卡着2张扑克牌。汽车很快就超过了他，将他甩在身后。远景下的青年脸部被红光笼罩，倒退着渐渐隐去，带着一丝诡谲气息。可不多时，前方再次出现2点灯光，女主有些惊恐啊。下一刻，画面一转，却是一个骑自行车迎面而来的老人一下子掠过车子，瞬间无踪。这种诡异的反差让女主内心惶惶。她试图与半睡半醒的男主交流，可困倦的男主却并不在意。于是女主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开车。不料下一刻意外突起。被撞飞的自行车车轮兀自转动，带着上面卡着的2张扑克牌刷刷坐起来。You won't let me out. 女主心胆俱颤，看着对面的大风车啪啪作响，瞬间一股寒意袭上后背。老人鬼魅一笑后，淡定地继续骑车而去。这种无端的异常让人不由得紧张。3次骑车男孩的出现，从少年变成了老年，仿佛永远也逃离不出去的怪圈，从生到死一直在这条路上不停地骑下去。接下来的路程还在继续，男主依然像死猪一样睡在副驾驶，而女主则神情紧绷地直勾勾盯着前面的路。可下一刻，场景变换，脚下的路竟然消失了。经历了一番场景的急速变换后，前方突然豁然开朗，
从黑夜转变成天明也只是瞬息间而已。而更诡异的是，他们竟然真的就这样抵达了未在地图上标注的霍布镇。而自从踏足这个小镇后，鬼事就接连不断。女主能看到一群神色异常的孩子在追逐狗子，但男主却毫无所觉。整个小镇跟小说书里面所描述的完全一致，除了旅馆里面的装饰和 NPC 外，就连窗外坐落的金色尖塔教堂也别无二致。据肯尼的小说所写，一切祸乱的根源和罪恶全都源自这座教堂。男主想推门而入，却发现大门紧闭。就在这时，一群人突然开车急速奔来，女主预感到一切，立马拉着他远远躲开。同一时刻，一个男孩出现在教堂门口，但那恐怖的魔力却又不是一个人类男孩所能拥有的。这个家伙就是消失的作家肯尼，他释放出无数的狗子冲向人群，一场人狗大战即刻展开。回到旅馆后，男主大声质问女主，为何他会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但却被告知原来这一切故事的延续，在肯尼的星座里都有写到，而这些未被发行的书稿，只有肯尼的助理和他这个编辑员看过。不过这最后的终章书稿里面所写的却是一个末世世界，地狱恶魔将从这个小镇爬出，他们把人类变成怪物，最后逐渐蚕食这个被腐蚀的世界。男主还想得到更多信息，女主却负气的直接开车离去。冥冥中的召唤把他带进教堂，在最深处的房间里，他见到正在码字的肯尼，同时也知晓了为何他的小说能有如此魔力。It's funny, isn't it? For years I thought I was making all this up. They've been telling me what to write. Giving you the power to make it all real. And now it is. 其实女主在当初读了肯尼的新稿后就已经被迷失了心智，而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寻找终章的答案。Helps you see. 恐怖的结局在女主的脑袋中炸响，此时的她已然没有退路。而另一边的男主正在为如何离开小镇而发愁时，突然收到来自一个本地人的警告 Leave. This ain't no tourist town. Don't let it get to you. Just get out. 男主有些莫名其妙，也并没有在意，直接回到旅馆内闭目养神。不久后，女主回归，但却已经神志不清。 Don't look at it, don't read it, John. I'm losing me. 男主立马下楼准备电话求援，却发现根本没有信号。同一时刻，他突然发现墙壁上油画的异常。起初两人刚到旅馆时，这只是一幅很普通的油画，一对情侣在湖边散步。而第二天，女主再一次看这幅画的时候，里面女人的头慢慢转了过来。第三次看去时，上面的情侣却已经变成了阴森的骷髅，而这次油画里显示的却已然是魔鬼的状态。这小小的一幅油画就如撒旦的黑暗圣经一般，预言着这世界终将毁灭，恶魔会在不久的将来统治这世界，而人类的历史会变成他们孩子的睡前故事。油画里的人物在旅馆老太夫妇身上上演，男主顿时被吓得3魂去了2魂半，他赶紧回去准备带着女主逃离这个恶魔之地，却惊恐地发现原来恶魔自始至终就在身边。看着那已经变身为恶魔的恐怖，男主赶紧开车逃离现场，可在街道上却遭遇了当地村民正在进行什么仪式。显然这些家伙正在向着恶魔的方向变异。他慌乱地躲进旁边的小店内，却再度遇到曾经提醒过他的男人。 Special effects. Hidden speakers, you people are professionals, I'll give you that. The thing I can't remember is what came first, us or the book. We are nothing in a Sutter Kane story. This is not reality. Reality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. I have to, you wrote me this way. 男主已经快要被这个不知现实还是虚拟的世界折磨疯了，或许自我了结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反抗。男主一拳打晕女主，扛进车里，但当他想开车逃离时，却发现钥匙竟然被女主掌控，然后直接吞进了肚子里。面对慢慢逼近的怪物村民们，男主一拳打晕女主后，直接手动启动车子扬长而去。然而恐怖的事情才刚刚开始，半途中女主再度醒来，似乎是被操控了一样，开始折磨男主。不得已之下，只能被迫停在路边。而好巧不巧，此地正是当初单车老人的车祸现场。自行车上的2张扑克牌仍是如此清晰。而当男主望去时，老人却又再度骑上心爱的单车扬长而去。就在男主一脸蒙圈时，身后却传来一阵诡异的动静。男主慌忙间逃离了现场，
然而命运的轮回才刚刚开始，在路面的一阵变换后，鬼使神差的他又出现在了那个街道，同样的轮回在上演。男主原本以为这是拐弯时出现了故障，可就在这时，前方出现一辆熟悉的单车，只是从原本的老人变成了老人和女主。男主并没有理会，然而当路面再度轮转时，却又出现在街道上。鬼打墙在这一刻具象化了，不管他如何逃离，最后都出现在这个起始之地。男主索性不再逃避，心一横，直接一脚地板油朝着人群冲去。一场并不意外的意外后，男主陷入了昏迷，而当他再度醒来时，却被拉进了恐怖小说家肯尼的轮回界内。肯尼把已经完结的书稿交给男主，让其带回现实世界内，而此时他也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真相。You are what I want. Like this town. It wasn't here before I wrote it. And neither were you. 似乎男主的命运始终都掌握在肯尼的笔下，而之所以当初肯尼的助手会攻击他，也是因为他看到了书稿，知道男主会把罪恶源头带到现实世界，所以才想解决掉他以除后患。但命运的安排却不是他所能左右了。此时的男主已经没有了当初刚刚接触这起案件的淡定和从容，甚至对于自我的存在内心也出现了动摇。Go back. Your world lies beyond that passage. 在轮回界的尽头出现一个通道，而同时肯尼也不再能阻止恶魔的降临。或许是因为契约的关系，当恶魔助他完成恐怖小说之时，就是他献祭打开两界通道之刻。一个黑洞洞的通道就这样被打开，男主忍不住伸头望去，却忍不住发自心底的胆寒。那是一种来自深渊的极致的恶意，他再也不敢停留，在身后那道大恐怖的追逐下拼命跑。当画面一阵变换后，眼前已是开明大道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大风车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单车，但骑行的却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孩子。You want me to get somebody? No, just ever hear of Hobbs End? 男主就这样无厘头又荒诞地回到了现实世界，随后他搭乘一辆便车到一处最近的酒店。然而即使离开了那个恐怖的小镇，男主依然后怕不已，内心惴惴不安，就连睡觉也是以一种蜷缩的姿势。然而当第二天的时候，他却收到一封来自未知地址寄来的包裹。男主不敢相信自己会被认出，而且也不应该有人知道他在这里才对。他惴惴不安地回到房间，打开包裹，里面竟然是已经被他丢弃的书稿。为了彻底摆脱这种魔咒，他把书稿一页页撕碎焚烧。然而噩梦的轮回才刚刚开始，在回程搭便车的时候，他再度陷入了真实和虚幻的漩涡里。I'm not going anywhere. I'm gone now, you understand? 此时的男主已经无力分辨身处的到底是小说还是现实。为了不让更多人深陷这种梦魇，他第一时间跑到出版社要求停止印刷发售新书，可却被出版商告知，几个月之前他就已经把书稿亲手交给了出版社，而且连日畅销榜首，甚至为了考虑到有人不爱看书，还专门把小说拍成了电影。闻听此言的男主，最后一根紧绷的神经终于断裂。Like the book? Love it. Good. Now this shouldn't come as a surprise. 不久后，男主因为行凶被抓进了精神病院，而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源自于男主在隔离房内的自述。小说世界里的末日景象被映射到现实世界里，人们好像着了魔一样失去人性，不断的破坏，疯狂的杀戮，而关押他的精神病院也是一片狼藉。直到外面渐渐没了动静后，男主跑了出来，然而入目所及的世界已经陷入黑暗。他走进空无一人的影院，看着那所谓的电影正是自己所经历的一切，一切的一切就像一个无限循环的噩梦。当现实与幻想不再泾渭分明时，恐惧也就此诞生。I would if you realized everything you ever knew was gone. I'd be pretty lonely being the last one left.